13倍利润只用了7天。就在刚刚，美国出现了一个神秘巨鲸，靠着压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拿到普通人几年也赚不到的财富。但他没囤石油，也没卖黄金，玩的是现在美国资本市场爆火但充满争议的新生意——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Prediction market。你可能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它每个月的交易量已经突破130亿美元，连特朗普的儿子都宣布下场。有人骂它就是赌博，华尔街却标榜它是人类集体智慧的花朵。那它到底是散户的收割机，还是普通人打破认知的致富神器呢？大家好，我是一加，这个视频带大家拆解预测市场这个财富游戏背后的造富逻辑。Prediction market 的预测市场，这事儿一点都不复杂，就是字面意思，交易你对未来事件的预测。这个预测呢，大到联储要不要降息，小到梅梅今年会不会怀孕，理论上未来的一切在预测市场皆可交易。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什么新鲜的 ？Nothing。确实啊，预测呢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决定要不要带伞，就是在对未来做一次预测。而我们的老祖宗也很早就开始拿预测搞钱。罗马帝国时呢，人们就会为比赛结果下注；到了近现代，开始为谁当教皇、谁做总统拍钱。你看，预测市场这一套，其实我们都玩了几百上千年，但为什么这几年它就突然变成亿万风口呢？答案就4个字：它合法了。赌博啊有3大特征：一呢，压住不确定的结果；二，要花真金白银；三，目的是赚钱。预测市场3条全中。但是 wait， 玩金融的人呢，常说的期权期货不也是压住未来，用资本获利吗？但为什么他们就不是赌博，而是横扫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呢？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于是啊，就有人琢磨，如果能把预测市场包装成期货期权，不就有个合法身份了吗？1999年，初代预测市场平台 Intrade 的诞生，跟着互联网的崛起，野蛮生长。那个年代，别说不知道它该归谁管，按什么管，甚至都不知道它要不要管。直到有人在 Intrade 上呢开始下注金融产品的未来价格，监管就出手了。美国啊专管期货期权的管理员 CFTC 在2012年呢对 Intrade 提出起诉，罪名是搞非法期权交易。1年不到呢 ，Intrade 直接关停。但这场猝死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如果预测市场归 CFTC 管，那是不是它就应该算是期权呢？2018年，预测市场的双雄之一 Kalshi 诞生了。大家可能刷到过啊 ，Kalshi 创始人从芭蕾舞者逆袭亿万富豪的故事。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Kalshi 的2位创始人都是华尔街做期权交易的圈内高手。创立 Kalshi 之后呢，他们不急着赚钱，专心和 CFTC 斗智斗勇，为预测市场争取期权的合法名分。When it was trying to get regulated, people were like, "Oh, there's one like called 65 lawyers." All of which said no way. 从申请牌照到法庭斗法，死磕了6年，才在2024年最终赢得法庭支持，可以合法交易选举预测期权。We got a call one da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FTC who told us that we got approved and that we finally own one of the rare exchange licenses in the US now. So that was a really great day. Yeah. 你是不是想问，美国法官是疯了吗？政府机构啊，竟然败给线上赌场？我仔细的看了当时的审判书 ，Kalshi 胜诉的理由呢很有意思。他号称啊，政治事件下注可以帮助投资人对冲政策变化的经济风险，这和农民工厂买卖农产品啊、原油的期货期权对冲价格风险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啊，你说我不合法，那整个期货期权市场都不合法。这招啊，要死一起死的话术啊，也实在是高。有兴趣呢了解 Kalshi 这一段斗法故事的呢，评论区打 K。但其实啊 ，Kalshi 当时呢还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同样是在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呢驳回了1992年职业和业余体育保护法案，也就放开体育博彩监管。更直白点说呢，赌球在美国很多州就合法了。如果 Kalshi 当时直接申请赌球牌照，生意可以很快做起来。但他们偏不，这个啊是他们啊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决定。因为呢，期货期权市场的年交易量啊有上百万亿美元，但全球呢合规博彩的规模也就几千亿美元而已，差了好几个数量级啊，想象空间是不是完全不同？而且呢，做赌场啊，法律限制多，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本进不去。Online sports betting is only legal in 31 states. 所以 Kalshi 铁了心啊，一定要让预测市场上金融的牌桌。为此，在创业初期 ，Kalshi 甚至刻意和赌球划清界限，坚持不开赌球业务，强调自己啊做的那是正经的金融业务。We never did anything kind of below board.
但是讽刺的来咯，获得合法身份后 ，Kalshi 转脸就在去年上线了赌球业务，而且一下子就成了他最挣钱的板块。这个暗度陈仓玩的吧，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 It's a risky endeavor. 再来说说呢，预测市场双雄的另一个大玩家 Polymarket， 走的呢就是完全相反的路线。他们呢搞去中心化的预测市场，让客户呢用数字货币下注，也呢不验证什么用户身份，也呢不管这个钱的来路，还为此呢被美国查过罚过。And you could not have custo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ah, we had to go and geoblock trading in the US and move certain operations offshore. 反正啊，不管什么合法不合法，先把规模做起来，再反过来把自己变合法。去年呢，他们就收购了一家呢有 CFTC 牌照的交易所，重新回归美国市场。这里啊有个细节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去年7月，美国司法部呢前脚啊宣布停止对 Polymarket 的调查，特朗普的大公子后脚就在8月份加入了 Polymarket 的董事会。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吗？总之啊 ，Kalshi 和 Polymarket 呢，就像币圈里的 Coinbase 和币安，一个呢先合法再做大，一个呢先做大再合法，反正啊都是狠角色。而把疑似赌博做成了合法金融后啊，预测市场的生意啊就好的爆棚啊。Kalshi 去年1年的收入啊翻了超过10倍啊，而不到2年，整个预测市场的月交易量翻了超过100倍，还有人预测到2030年年交易量甚至能突破1万亿美元。同时呢 ，Kalshi 和 Polymarket 啊前2年那是密集融资，吸引到红杉、谷歌、Peter Thiel、A16Z 等投资顶流，绝对是美国资本圈的当红辣子鸡。那玩家又是如何靠他们赚钱？开头说的1周13倍利润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好了，我们就来打开一个呢预测市场的平台啊，看看呢它到底长什么样啊，看看呢1周13倍的利润是怎么来的。那这里呢我要先声明一下，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平台叫做 Kalshi， 在美国呢是合法的。我现在呢就在美国的纽约，所以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呢情况不同，所以你在上任何平台之前就要搞清楚呢当地的法律法规。好，我们上了 Kalshi 就看到各种各样的预测盘，那每一个盘呢关注一件事儿，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你就可以买 yes， 你觉得不会就可以买 no， 而这个概率的这个数字呢就会决定你买 yes 和买 no 要花多少钱。比如说这个事件啊，就是联储在今年会降息整整3次，市场就觉得概率是25%，那我买1注 yes 就要花25美分，反过来买1注 no 就要花76美分。那不管我买 yes 还是买 no， 如果我最后猜对了，我都是拿到了1美元。但如果我猜错了，那就是血本无归。而我赢的这个钱呢，平台是不会跟我分的，但是我每一笔交易呢，都要交给平台一笔手续费。听着很简单啊，那我们再仔细的说一下，开头说到的巨鲸是如何1周赚到13倍利润的。这个人呢，在去年的12月26号，突然在 Polymarket 开了一个账户。在这个之后呢，他就花了32000美元下定了马杜罗1月底会下台。当时平台上的这个事件的概率呢只有7%。1月3号，马杜罗呢被美国抓了之后，这个概率就飙升到了差不多100%啊！巨鲸手上的单坐地翻了超过13倍，账上立刻变成了40万美元，就是近300万人民币。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玩法，那大家呢可以去复习一下我在2024年做的一个关于下注美国大选的片子，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上去很刺激啊，感觉赚钱很容易啊，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平台上玩的都是零和游戏，有人赢钱就有人输钱，有多少人笑就有多少人哭，所以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当然大家也会要问了，那对于那些呢不想冒险去下注的小伙伴，这样的预测市场平台还有没有价值？当然有，因为这里除了有交易，还有数据。2024年呢，我做过一个视频介绍 Polymarket 当时如何预测美国大选结果。有意思的是虽然呢只有小众群体在参与，甚至其中大部分人呢还不是美国选民，但他给出的结果比几乎所有民调都更准。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polls are getting less and less accurate. It's actually the best mechanism to get more truth about who's actually going to win. We're letting the market speak instead of pundits, pollsters. 原因也很简单，你可以用嘴呢发表立场，但应该呢不会用真金白银去硬压一个你自己都不相信的结果。
特别是大户哦，他的下注代表的往往就不是他的立场，而是他的认知。而围绕一个事件，参与下注的人越多，这盘面越大，价格上反映出来的信息也就越全面。特别是 Kalshi 合法之后呢，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专业机构入场啊，就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 smart money 聪明的钱。那他们呢，每一笔下注的背后，那都是模型计算和深度研究的整合。也是这个原因啊，散户下场你去对战机构和庄家，这风险是非常高的。但是话说回来，预测市场的预测数据可以带给我们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大。首先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用在我们的投资理财上，比如说围绕去年10月美国的汽油价格 ，Kalshi 呢就有一个盘，大家呢可以对不同的价格点去下单。那结果看呢，大家预测的汽油价格就是不超过每加仑3.05美元。结果呢是3.06美元啊，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专业机构拿这些预测市场的数据来做决策参考，甚至道琼斯都开始和 Polymarket 合作，引入他们的数据。那我们做投资理财决策的时候呢，也就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对于政客、营销经理、广告商啊，甚至像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这些呢预测信息呢，又是我们了解大众关注点的很好渠道，找到大家真正关心的话题及他们的情绪点，不管是选广告投放目标，还是找选题，都是不错的参考。大家呢还想到啥用预测市场的数据的使用场景呢？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们一起呢打开思路。大家看出来了吧？预测市场呢可以做的啊，不光呢是一个交易生意，还是一个数据生意。当然啊，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上面所有的预测信息都是靠谱的。比如说体育比赛的结果啊就非常随机，再加上呢出现内部交易的风险啊非常大。一旦有人呢拿着非公开的信息来割韭菜，哈，那就不是博弈了，而是违法。比如说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靠押注委内瑞拉总统下台一周狂赚13倍的巨鲸，就遇到 Polymarket 做出拒绝给钱的回应，就是怀疑他呢在搞内部交易。这家伙花了3.3万美元就赚到40万，内幕狗罢了。所以这里啊，给那些想用预测市场数据的朋友呢，3点干货建议：第一，尽量避开体育赛事结果；第二，优先看盘面大、参与人数多的事件；第三，警惕明显被少数大金额下注控制方向的盘。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